Sammy， 你还认得我吗？Sammy， 怎么样了？他好像是醒了，但是却不认得人。护士小姐。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可以接新娘回家了。Hello， 有这样的事？好，我马上赶去。什么事啊？我得去医院看看。到底什么事？是不是三姐？三姐没事，你在这里等一等，我马上回来。站住！站住！我是警察，请你们两个转过身来。还有这位小姐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你是三姐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说你是警察？嗯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能不能看你们的身份证？当然可以。不过，你说你是警察，有什么证明吗？我忘了带我的证件。对不起，请不要打扰我们，我们的时间很宝贵。走。不，你们不能走，要不然我马上报警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怀疑你们和一起严重杀人案有关。你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？什么严重伤人？你如果再做出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，小心我告你啊！告我，司徒良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告谁。我已经查到了，你曾经跟我三姐莫艳艳到名丹岛，但是在名丹岛，我三姐却受了重伤，几乎连命也丢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件事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你今天来到医院究竟是看谁？那不关你的事。有人看见你们去看我三姐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是吗？好，我晚上叫夏丽查一查，那一切就会真相大白。洋洋，不要这样！我是三姐。那躺在病房里的是 Sammy。事情会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那女人逼我们的，这怪不得我们呢。是她自己跌下山坡的，不关我们的事啊。是她自己跌下山坡的，不关我们的事。我们以为她死了，
可是他一定是司徒良教你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事到如今，怪谁也没有用。只要事情拆穿，我就得坐牢。到时候，我哪还有脸见人呢？我前途就完了。洋洋，今天是你的大好日子，你就开开心心的当你的新郎，当做什么都不知道，好不好？不，我不可能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我也不可能把那个藏在病房里的人当成是我三姐啊！姐，你知道全家人都很担心你吗？我知道，对不起大家。洋洋，但是求你，你放我一条生路好不好？你拆穿我们，我就完了。姐，难道你一辈子要以别人的身份活下去？难道你一辈子要跟我们变成落后人？你有不想念跟大家在一起的日子吗？我不这么做，已经不可能了。我去看你们的秀也要偷偷摸摸的，送礼物也要偷偷摸摸的。你以为我喜欢吗？我这么做是不行的，我已经无路可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躲得过一时，你躲不过一世啊！姐，你还是去自首吧。自首？你疯了你！我自首不用坐牢，不用上法庭吗？你认为你可以隐瞒多久？一辈子？Sammy 醒来了，等真相一大白，你的罪名更大。不可能！我刚才去看他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认得了。他躺在床上像白痴一样，他绝对不会拆穿我们的。他复原了。我不管这么多，我现在走一步算一步。洋洋，你帮强姐隐瞒事实。我是因为在你的身份赚了很多钱呢。你要钱是吗？我可以给你啊。对呀，你当一个小警察能赚多少钱？我们可以给你一笔钱，你可以带你的太太去享受人生。你们去美国啊，我知道小慧很喜欢美国的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不会给你收买的。姐，你不要相信这个男人的话，你去自首吧。我不要坐牢。姐，你不要越陷越深啊！你没选择了。洋洋，你不要这样。洋洋，姐，你不要这样。姐，你听我说。姐，你这样下去，我会爆头啊！给我。姐，你这样下去，你会爆头啊！姐。你干什么？你难道要等他起来去报警吗？你这个弟弟一点人性都没有的，他连自己的亲姐姐都要出卖。现在怎么办啊？照我们的原定计划，你先回去拿护照，然后我们出国去。你还等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还要等他起来吗？那你呢？我总得确保他起来不会报警吧？你先去机场订机票。你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等他醒来，我不是就要成通缉犯了？小慧，不要跑！不要跑！小慧，没事吧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慧不能死啊！
醒醒啊！为什么？真的认为这洋洋会做傻事吗？你不知道他有多么爱小慧啊，可以说是个大情资。昨天办善事的时候，他可以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。哎呦，他真的很可怜嘞。当然可怜啊，这2天可以从办喜事变成办丧事，再坚强的人都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啦。你说我要不要担心？所以看到他一大早出门，不是跟着来咯？哎呀，那就糟了。人在崩溃的时候很容易做傻事的。哎呀，赶快！你别吓我了！哎呀，我不知道事情这么严重吗？快点！洋洋，哎，你哇，姐，哎呀，你做什么了？姐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哦，我们来跑步吗？我在减肥啊，我的减肥管家灯叫我天天要做 exercise 啊。你看，这里的空气那么好啊，我又不做拿西鲁玛的生意了，所以不是来跑步啦。刚才我看你坐在这里，真的是吓死我了。对呀，我们还真的以为你会要。我刚跑完步，好累，想在这里休息一下嘛。你累了就回去休息吧，你二姐煮了早餐等你们去吃。不了，我想多待一下。你们先回去吧。这里蚊子那么多，可能随时还会有蛇出现，你待在这里做什么？回去吧。姐，我知道你还在为我担心，你怕我受不了打击是不是？你不用担心的。虽然失去了小慧，不过我承受得了。我也知道小慧不要我伤心，她曾经跟我说：“喂，你可是墨家的唯一男儿，一定要活得像男子汉。”所以我不会让她失望的。我真的没事，看起来我还可以多跑一趟。我先走吧。洋洋啊，洋洋，小花，你让他跑，让他把里面的郁闷发泄出来，不然会爆炸的。唉，其实我觉得你弟弟比你还成熟，你根本不需要替他担心。是啊，洋洋真的是成熟多了，也许真的是要感谢小慧。进来吃点东西吧。哎，好啊，你知道我的肚子好饿嘞。杨大哥，哎，柔柔。大姐啊，四姐说呢，她跟阿明哥就快到了。进去盛碗粥给他。啊，麻烦你啊。大姐，你要不要？好，给我8碗就好。哎，晶晶3朝回门，你没有叫阿明扛着烧猪回来。扛烧猪做梦？哎呦，3朝回门一定要有烧猪的，这样女方才有面子吗？那如果没有呢？如果没有烧猪，就表示新娘子不是黄花闺女，很丢脸的。你神经病啊！哪里有人这样说的？有那些板凳的人很注重这些的嘞。杨大哥吃粥。谢谢。哎，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我今天拿假了。哦。这几天发生这样多事情，又办喜事又办丧事的，要不是柔柔拿假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这妹妹啊，真的很懂事的，不用我怎么操心了。你看，你的弟弟妹妹都不用你操心，还有你的店由我帮你看着，你可以放心的去韩国了啊。大姐，我们回来了。四姐姐夫啊，柔柔，杨大哥。哎，大姐、杨大哥、阿明，来，一点小意思。你人来就好了嘛，还买这么多东西呀？都是自己人了吗？我也这么说，都叫你不要花那么多钱了。没有烧猪啊？他妈妈本来要他订一只的，还好没有订啊，要不然还要扛一只烧猪上来。阿明，过来喝粥哈。过来。啊，好。小弟呢？他去跑步了。小弟怎样了？家里办丧事，你们又不让我回来，我心里一直很不安。晶晶啊，碰到这样的事情，谁也不想的吗？你们才刚刚结婚啊，
白事红事碰在一起，老人家很帮当的。柔柔，去盛碗粥给阿明吃。晶晶你来，有话要问你。哦，其实啊，说句老实话，那虽然婉婉不说什么，我认为啊，你还是要扛起少叔回来。怎么样了？你在阿明家还过得习惯吗？还好了，那八姑对你怎么样？很好，跟结婚之前一样。那就好。你刚才说本来订了一只烧猪啊？对呀，那为什么后来没有？不知道。你跟阿明的生活没有问题吧？ OK 咯，什么 OK 咯？什么意思？我还是不习惯跟一个男人一起睡觉。哎呀，那个男人是你老公哎，你慢慢就会习惯了。我知道，可是很怪啦。什么怪？你们都已经那个了吗？有什么好怪的？什么那个？我说到这样你还不明白的啊？你是说没有啦？啊，没有啊？为什么？我们知道小慧的事就已经很伤心了，然后又知道三姐被警察捉，我一想到这里就想哭，结果哭了2个晚上呢。阿明哥看到我那么伤心，也跟着我一起哭，所以除了哭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我不是叫你不要担心了吗？不可以啊！我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小慧和三姐，他们好惨啊！人家说人死不能复生啊，小慧跟我们的缘分就到这里了，这都是命啊，有什么好说的呢？至于你三姐啊，谁都没有想到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那三姐现在怎么样了？警方还在调查咯，一直被扣留着，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机会见她。哎呀。妍妍，怎么样了？你瘦了很多啊，是不是在里面吃的不习惯？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我不是叫你们不用来看我吗？你们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话，你们不觉得烦我烦啊？回去吧。你真的那么烦吗？我很快就要去韩国了，所以我想来看看你啊。那就去咯，你们以后不用来看我了。哎呀，燕燕，我们是姐妹来的，我们不来看你，还有谁会来看你？什么姐妹啊？你们就当我死掉不就行了吗？我们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都是很关心你的。有什么好关心的？现在不是在演电视剧啊。燕燕，我知道你心里烦，可是你就忍忍吧。律师说你被判4年牢，只要你在里面表现好，2年多就可以出来了。出不出来有什么不同？反正我已经完蛋了。燕燕，你放心，你出来之后我们会帮你的。你们要怎么帮我？我赚的那笔钱已经被充公了，想帮我是吗？好啊，把那几百万还给我啊！好了，你够了好不好？你到现在还在想着那些钱做梦，你也不想想，要不是你贪心，要不是你想一步登天，你今天为什么会坐在里面？那只是赚钱的方法。我们没有用到别人的1分钱，也不想伤害人，有什么不对呢？我本来没有事的，本来就不应该坐牢。本来？那你在怪谁？你在怪洋洋吗？是啊，要不是他多事，我今天会在这里吗？洋洋他也不想你坐牢的，要不是洋洋，你都不知道要错到什么地步。到时候你就不止在里面坐4年牢那么简单了。要不是他，谁会知道啊？公司里没有人认得出是我，那个女人也有可能永远被是白痴的。我真的想不到，你到现在还是那么执迷不悟。你知不知道洋洋为了这件事情，他失去了小慧，失去了小慧肚子里的孩子啊！他要不是为了你这个三姐，他怎么会？燕燕啊，我们做人要有一点良心的。是，
我没有良心，我当初应该狠一点，就被搞到一无所有，搞到要坐牢。燕燕。小婉，过来看看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我要回去了吗？你说你在这里，所以我就带这些东西过来咯。来，过来看看。什么东西？冬装咯。现在韩国那边要过冬了，所以我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些过冬的衣服。这些我有。还是多带一点去比较保险。以前我去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就是 T 咯，结果差点冻死啊！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中韩字典。你知道啦，韩国人又不会讲英文，你一定要把字典带在身边，不然一只鸭、一只鸡，这样就惨哦。哎，你不要这样行吗？我好像切了大耳窿一样。哦，我像大窿咩？不是吗？人情债也要还的。哎呀，我们之间还有谁欠谁的？将来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吗？你要怎么想是你的事啊，我可没有力气跟你说那么多。总之呢，我什么都没有答应啊，我什么都没有说就是了。其实爱是不用说出口的。将来你过去开始想到我的时候，你才知道思念一个人还有两地相思是多么的苦。唉，真的是不想去了。你真的会为了我不去啊？你想得美啊！我是放心不下。我如果这样去，好像很不负责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还在坐牢，思婷他又……那如果你不去，我当然开心。不过我还是要你自己问自己，如果你不去的话，你这辈子会不会有遗憾？我让你活到80岁，好不好？你已经过了半辈子了，你前半生为你弟妹付出的还不够吗？难道还要照顾他们一辈子啊？就算你想这么做，他们也未必会领情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嘛，就让他们去尝尝自己的甜酸苦辣，这样才叫人生。所以我说，做人啊，该放手的时候还是要放手。难道你不想接下来的日子为自己而活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吗？这么这样看人家？我今天看你好像特别顺眼。你这样说，人家会不好意思的嘞。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，我是应该放手的。嘿。那你的咖啡。谢谢。他明天就走了，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他来这里吃顿晚餐呢？你是这里的半个老板，你有权请任何人。我这个半个老板只是虚名，当然要你同意才行啊。何况主角是我嘛，对不对？老实说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到现在还是那么恨他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说实在的，我没有什么感觉。诺文，你是医生，不是社会工作者，为什么要管这些事呢？我跟他现在不是都过得很好吗？干嘛找这种麻烦？怎么啦？生气了？不是，我发觉我根本说不过你。我就喜欢看你无可奈何的样子。好了，算了啦，诺文，
我知道你一番苦心，可是我现在在他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已经破灭了。他知道我跟西文在一起，也许他根本已经不在乎有没有我这个烂女儿。你们知道他绝不会那么想的。算了，我是说不过你的。什么？这样就放弃了？我还想多玩你一阵子呢，真无趣。看你这可怜的样子，好吧，今晚就请他来吧。真的啊？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你快受不了我了是不是？嗨，诗婷，恭喜你啊，自己创业当老板。有没有收到我送来的花篮？有，谢谢。啊，思婷，我看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喝什么 ？Beer。不错嘛，老头子肯出钱让你搞生意。那是我自己的钱。OK，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既然你对做生意这么有兴趣，不如我们就合作搞一间公司到上海去投资啊。投资什么？国际贸易企业。这是个好主意，肯定赚大钱。不过你得先跟老头子要1000万来投资才行。我凭什么让他拿出1000万？说难听一点，要他拿出1000万，比他便秘上厕所大便还容易。是吗？那请你教教我好了。我也给你一份完整的计划书，里面资料齐全，绝对不成问题。当然，最好在最恰当的时候拿给他看。比如说，上床之前，男人在那个时候什么都会答应。其他的就不用我教了。总之，我给你的忠告就是，在你最得宠的时候，就尽量的刮，能刮多少就刮多少。今天1000万，明天2000万，要不然等他玩腻你的时候，一切都太迟。哇，芬蒂啊，好像摸到我的骨头了嘞！你看屁股有没有小一点？有啊，小很多了哦。记得出国后不要放松哦。不会，我已经叫 Jasmine 帮我准备好了，装备齐全啊。如果不够用的话，我再叫你们寄过去哈。没有问题。哎，我去了韩国之后，家里算是最大的了，你要帮我好好看住他们啊。我知道啦。特别是燕燕啊，满肚子都是怨气，你要劝她看开一点啊。还有洋洋也看得出，他还是很想念小慧的，你也要开导开导他。哦。晶晶嘛，你要小心他们把她当做佣人看待啊，一天到晚做不停。不会啦，八姑那么疼她。哼，谁知道结婚前跟结婚后还一样不一样？你有空你就常常去他们家看看啊，坐，他们就不敢太过分了。嗯。至于柔柔嘛，她算是最懂事的啦，也不用怎么担心。倒是她那双脚整天没有力的，我已经帮她找到中医了。啊，他们都长大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是喽。我整天告诉我自己，哎呀，不要啰嗦，一下就忘记了。哎，对了，思婷叫我去吃饭呢。真的？姐啊，我都说了吗？思婷呢，总有一天会认你的。我倒不敢想她认我，只要她不再那么恨我，那就好了。不会的。做梦没有人的。思婷是不是又在整我？我是不是来早了？没有啊。坐啊。想吃什么？不用跟我客气了，我喝水就好。是不是意大利面？好啊，可以。我去厨房准备一下。
的。哇，一看就知道很好吃。很好吃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你吃吧。不可以啊，我最近在减肥，不能吃那么多了。一起吃。吃啊。怎么不吃？吃啊，一起吃才更好吃啊。我放太多胡椒粉了，哇，太辣了，辣死我！哇，真的很好吃啊！洋洋啊，等一下看到你三姐，不要提起那些不开心的事，知道吗？哦。三姐，三姐，三姐，燕燕啊，大姐今天飞去韩国，她说她会写信给你的，她还说叫你在里面凡事都要忍，知道吗？三姐，你在里面辛苦吗？三姐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你不要想那么多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帮阿明哥卖鸡饭，生意还不错，很多人也说我煮的鸡又滑又嫩，像我一样啊。你出来了，我请你吃鸡饭。你呀，学精明一点，不要让人家占你的便宜，吃你的豆腐，知道吗？哦，洋洋洋洋，小弟，快点。三姐，我不要跟你说话，你以后不用来看我了。燕燕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他为了升官发财，连自己的家人都可以出卖啊！升官发财，你以为我稀罕这些吗？啊！我还要你们把小慧还给我。他是被你害死的，是你自作自受，是你罪有应得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燕燕啊，大姐才刚刚飞走，都还没有下飞机。如果她知道你们在吵架的话，她的心里会怎么想？三姐，算了啦。对呀，静静说的对，燕燕算了啦。算了，说了可真容易啊！你们进来看看呐，看看我过的是什么日子。
Dear，茶。哎，你的上海投资计划书我已经看过了，我也全力支持你的。这段日子，你学会了很多东西，现在应该是你出去历练的时候了。Steven， 你真的对我这么有信心？当然。你不怕我把你的钱都亏掉吗？你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，因为你不是一个能够忍受输掉1000万的女人。Steven， 你太信任我了。你难道没有想过我会欺骗你吗？ 怎么样？那个老头子答应了吗？到底怎么样了？喂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跟你说话？那个老头子到底答应了没有？他答应了。我就知道他会乖乖拿出1000万的。他看了那份计划书后，很有信心。那当然了，那是我花了钱叫顾问公司所做的。 我们先挂下他1000万，再想办法挂他2000万、3000万，挂到他死为止。你听到了吧？我跟 Edison 狼狈为奸，我认识你，跟你在一起，都是他帮我安排好的，目的就是要刮你的钱，刮到越多越好。你说什么？应天成，戏份就在这里。 他听到你说的一切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不要再玩下去了，游戏结束了。你开什么玩笑啊你？对不起 ，Steven。你为什么不隐瞒下去？因为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不能这样，不能。 对不起。Shit！ 走开呀你干什么你？干什么？没赢过好狗不挡路啊！住手！你干什么？等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看到这只老狗就不顺眼。 看到你这只小杂种更不顺眼，你们两个最好早点给我滚出去，滚得越远越好。怎么样？你不爽啊？艾丽森，你又闹什么？我叫这两只杂种早点滚出去，这里不是属于他们的地方。谁说的？这间屋子是妈咪留给爹地的。要屋子是吗 ？OK， 等他死之后烧一间给他就好了。说什么？天，算了，他是故意的。好，算了。 Daddy， 上去休息。要是还有人敢再对你动粗的话，你就报警。不要拿警察来压我！你想跟我玩，我就跟你玩到底。看到时候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？Come on！ 算了吧，丽森，人家是不会中你的激将法的。你还是准备打官司争屋子吧。是啊，律师我们都已经请了，你应该做好准备。这场官司不容易打。 请律师，哼，这种钱我是不会花的。更何况打下这场官司，你一定包赢吗？最怕到最后连个屁都没有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有办法，看我怎么样把他逼疯。
找你啊？有啊，我有打给他，电话没人听啊。那好了，谢谢你啊。怎么样啊？柔柔还没消息吗？没有啊，我打他的手机打了很久，都没有人接听电话。洋洋啊，怎么办？急死我了！哎呀，大华，柔柔有没有告诉你说她去了哪里？哎呀，不知道啦。不知道，你一整天在家，为什么会不知道的？喂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在跟你说话。柔柔有没有打电话回来？有没有说她去了哪里？有没有说她几点要回来？二姐，别急，我知道柔柔常常去一个地方拍照的。柔柔。你过去那边找好不好？柔柔，洋洋啊，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柔柔，怎么办？喂，你们快过来！喂，你们快过来看看，这是不是柔柔的相机啊？是啊。你在哪里找到的？哦，在那边。看啊，柔柔她已经出事了。我报警。你不要吓我啊！大华怎么办？快找啊！怎么办？